说到沙漠，或许你会想到迪拜、非洲或者利比亚。其实，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，我国沙漠占比就达到27%，而且一直处于扩张状态。对此，我国开启了沙漠化治理工程。经过一代代治沙人60余年不懈努力，沙漠治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其中 ，NASA 曾公布过一组数据，世界植被面积在过去20年增长了5%，而这一伟大成就应该归功于2个国家：中国和印度。2017年7月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发布了一个视频，专门介绍了中国沙漠治理的方式，引起众多老外点赞。其中，在沙漠治理过程中，我国曾建造过一个伟大工程——洪崖山水库。洪崖山水库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，是沙漠地区的一座中型洼地蓄水工程，也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。该水库专门为民勤县修建，浇灌着全县60余万亩耕地，支撑着民勤绿洲的生产与发展，是当地人民的命脉。通常沙漠中是无人居住地区，而民勤县却是例外，一个生活在沙漠边沿的县市，位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。或许你很难想象，在2个沙漠中间该怎么生活。在没有洪崖山水库前，这里的248个村庄生活的确非常艰难，年均降水量仅为127.7毫米，而年蒸发量达到2623毫米，直到沙漠水库建成。由于沙漠中没有天然深坑，只能选一处相对比较低洼的地区。此外，还以洪崖山为依靠，其他3面采用人工浇筑。经过近万名施工人员多年努力，洪崖山水库正式落成。水库设计坝高15.1米，长8060米，面积为30平方公里，设计库容1.27亿立方米，相当于9个西湖的蓄水量。此外，工程师还为水库建造了输水洞、泄洪闸，主要以蓄水灌溉为主，兼具防洪、养鱼等综合功能。由于洪崖山水库中有一座沙丘，附近的鸟类会时常来歇脚。此外，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喝水。水库周围则环绕着约17.4公里的绿化带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，居然会有这么一处人间天堂。1979年，洪崖山水库被列为中华之最，2001年被评为国家级旅游景区。不过，洪崖山水库的建成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。由于水库水源主要从石洋河截流，这样一来，石洋河的水量就会大大减少，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将失去大量水资源，从而形成蝴蝶效应。在沙漠水库建成几年后，由于失去上游水源补给，最下游的湖区开始出现干涸沙化。下游的青市湖在3000年前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，水深达到几十米。至解放初期，青市湖还有100多公里。而洪崖山水库的修建，最终导致青市湖彻底消失。其实地质专家早就预测到这个结果，但还是修建了这个水库，因为洪崖山水库的意义非常大。1972年7月23日，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发射升空，它逐一扫描了地球表面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如此宏观而高清的视角去观察地球。许多鲜为人知的神秘角落也被发现，其中中国西部的一只大耳朵尤其引人注目，长约60千米，宽30米，宛如地球之耳。它就是被中国人誉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。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，在1万年前，罗布泊曾是这里最大的海洋，即使到1000年前，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湖泊之一。而现在，这里完全成了没人居住的无人区。当游行者走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中时，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动植物。不过，你一定想不到，这里曾是一个人口众多、颇具规模的楼兰古国。不过，该古国仅有800多年历史，于公元630年消亡。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罗布泊干涸，百姓由于没有水资源，只能举家迁徙。不过，大部分都没有走出这片荒凉的沙漠。如今，这里只留下被黄沙掩埋的尸骨与鼓楼遗迹。民勤县在上世纪也曾遇到过荒漠化问题，为了避免成为第2个楼兰古国，我国大举改善当地环境，并建造了沙漠水库，使得当地24万人口得以安居乐业。
不过，一个水库终究解决不了整个西北的荒漠化问题与缺水问题。因为缺水的缘故，我国西北部工农业发展落后，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。对此，有人提出了另一项更加宏伟的工程——红旗河。这项投资4万亿的超级工程究竟有可能实现吗？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意义？订阅厉害了我的国频道，我们将在下期为大家一一讲解。